小冷场，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赛。What we're going to do now is to search for honey and propolis. 哇，那个蜜蜂全部窜出来了！哎，真的像我们讲的在里面呢。好痛，好痒！哦，哇哦！它刚刚直接咬我嘴唇呢，好痛！因为嘴唇其实很软，然后咬下去超有感的。它咬得很扎实。哇！各位，哎，它是整根牛腿哎，这个比我的脸还大哎！我先吃哦，不客气，可以。哇，这是牛的精华，而且它吃起来感觉很像果冻啊！没了，它煮了最后一个吗？卤包豆，再帮我们搅拌一下，我们这样子那个才会比较均匀一点。牛奶番茄，它煮久很过来。哦，在这样的 view 啊，然后眼睛眺望这样啊，阳光照进来，so relax。结束薄荷岛的奇幻之旅，我和这阿哥呢再度回到吕宋岛，准备迎接归途前的压轴行程呢。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蔡哥家的 Jeepney 吧？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可是与它息息相关哦。甚至啊，这里可以说是全菲律宾 Jeepney 的再生父母。它是2战时期美军留下的吉普车，对不对？因为它车头都是吉普车。对。然后它叫 Jeepney， 它是2个英文名字结合，是 Jeep 的 Jeepney， 所以叫做 Jeepney。对。然后 Jeepney 的意思就是可以随招随停的车的意思。其实我听当地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其实算是菲律宾最具文化特色的东西之一，已经可以代表菲律宾了。哇，真的很酷。而且其实他们什么，比如说流行最时尚的东西，对，他们都会彩绘在车子上。哦，比如说今年很流行 Blackpink， 他们可能把 Blackpink 的那个画在车身，有可能。而且我刚路上也有看到很多人很喜欢七龙珠，他就把整个七龙珠的人物都彩绘在车子上。其实我们这一站呢，为了要来到这个 Jeepney 的工厂，是因为它有可能即将走入历史。而且我有听说这间，其实 Jeepney 呢，第一台 Jeepney 是从这边起源，这是创始元老工厂，对，创始元老工厂最早的 Jeepney 的工厂。没错，我们所在的地方啊，就是全菲律宾第一家改装 Jeepney 的工厂。通常啊，大家在路上看到载客的 Jeepney， 虽然呢有固定的行驶路线，却没有特定上下车的站牌，随时随地都可以上下车。哎，这台很漂亮，这台珍珠白哎，蛮好看的。便，这珍珠白很适合你哦。这台蛮像探险家那种探险家会去开的车的感觉。对，可是又有点像是那种有点雅痞，他们很鲜艳呢。你看，他们连车灯都是那种七彩霓虹灯的概念，就是我女儿现在最喜欢的彩虹小马的概念。它的那个细节是连里面的悬吊，它那个悬吊的下支臂啊，都有漆成跟车身一样的颜色。你有发现什么吗？他们的那个驾驶座的踏板也有彩绘哦。对，而且还是最新流行的颜色，就是渲染。他们是把这个当成一个艺术品在呈现的。这居然有世界第一等呢！这个听说是特别准备的。Hey，what's up？Wow，nice to meet you。你好 Welcome。 You are the boss? The boss in here? Oh no, I'm just an employee. What's your name? LJ. LJ. Oh, I'm JR. Hi JR. It's Andy. Why our mark here? Oh, because we knew you guys were coming,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welcome you. 哇，宾至如归哎，很感动哎。But our name, why our name not here? Oh, because you're gonna sign it yourself. 哦，可以吗 You will do it. You will do it. Do it myself? Yeah, you're gonna paint it yourself. But 你说万一我们如果画得很难看的话，它会不会就这台车有点破坏掉这台车？ It's going to be 1 out of 1. Limited edition. 就是限量中的限量，全世界唯一一台，画得稍微丑一点的车，它是这个意思吧？哇，不愧是首屈一指的改装厂哎！无论是车身设计啊，或者是车体彩绘，每一台 Jeepney 呢都有自己的造型和风格。既然如此，我和这阿哥当然不能落亏喽，大胆的给他画下去。
上升一定是处女座，没有，我是小时候是特别吹毛求疵。小时候做美术的就会特别的想把东西弄好一下。哇，你要写在哪里？我的签名都会把 J 和 R 连在一起啊。哦只，是我们现在多了一个箭头出去。嗯哼。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这个字是喷漆上去的，就他们已经印好一个 logo 有没有？然后挖好洞，然后用喷漆的，好像比较方便。但他们都用手绘的，好厉害。哎，我们刚刚在前一台那里就有讲啊，它看起来就完全纯手工啊。哦因为喷的那个收边完全不是长这样。哎，你看，小轩看到这个，但我真的蛮佩服。这一看就是纯手工啊，因为还会岔出去一下。You think what is this? This one. What is this? Is it a bunny or a pig? 呀，不要哦，你猜中，他第二次猜中了，他原本猜 bunny，但不是快好了是呀。 Can be a piece or Peace, yeah. You think which one's better?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We're it's okay, okay. we're okay. Which one's better? Tell me the truth. I like the one with the peace sign. Mine. 哦，我想看看你的，我们去看一 Thank 下 you 这 so 样加了 much. 些什 Thank 么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你加了什么东西？你跟刚刚不一样吗？哦，我加一个十字星，然后说这叫做 JR 纪言凯进入世界第一点，站稳脚步，2024。耶！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您介绍2024年最新男神联名 Ghibli。而且啊，贴心的老板呢还免费出借我们1天哦，让我们有机会搭着自己签名车款四处拍拍照哎。老实说啊，这种感觉真的还蛮奇妙的。走，出发！扁扁呢？哎，你等下跟他说，我先上车等他。好。起人跑车。嘿。你为什么要自己先来这里？我是不是说等我一下？没有关系，我会想念着你的，我会把你的爱和你的努力跟着我一起勇往直前。喂，你不能抛下我啊！我只是在展示这个车子的空间有多大。你看这个，它里面还可以躺着哎。我以为你是在北兰，就是你知道要故意演一下，说这个长度在台湾很像某种车。你看这旁边一侧坐个7、8个人是没问题。 OK，这不是，我以为不这像要，不要，你不要再看到这种东西了，不要再健身了。走，冷静，你冷静，冷静。我只是放下它，它只是一个你冷静公车的把手而已。冷静，我只是要说，这个东西是把手，可是我们却站不起来，那到底为什么要这个？哦，我懂了，那你脚放下来，坐着啦，坐着这样捞着啦。哦，对不对哎我发现一个秘密，嗯其实做这个 Jeepney 蛮容易艳遇的。为什么？有时候不小心这样子，手不小心互对啊，相勾到牵一牵，没有没有，牵，然后突然刹车。是你，我是文青鸡，文青鸡，是小鸡鸡。文青，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有时候这种艳遇就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还是要讲啦。严格来说，你看像它上面的画啊，哦你知道什么角度看最好看吗？练背的时候不。要，拜托，冷静点，你冷静一点。因为你现在只要手扶到任何的铁杆，我都会害怕。对，像那天我们聊掐而已，你只是手扶在一个栏杆，你就马上叫我健身。你有没有发现我不要？不是一只手抓我只跟你说，要握紧。Hello， Hello，冲过来揍我们哦！93男朋友娇羞。Hello，嗨。你看他们坐几个人？你看，哦，所以他们有点像校车的概念。全满的。陈哥，你说我们要去哪里？我们今天去大雅台，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吃啊！对，那边你可以享用那个牛骨汤，牛骨汤那边的特色，很好吃的。牛骨汤就是像是我们以前吃过就大骨汤啊大骨汤那样子吗大骨汤味，大骨汤去炖了很久，然后把中间给切掉，这样子，对切掉可以吸里面的骨髓。对，可能有一些骨髓，牛骨髓这样子。那边也可以很特别的按摩方法，这 SPA。那到时候你是会泡在一个大锅里面，下面还有生火，那是食人族吧？那像食人族那样吗？对啊，是啊，是这样的。那会很烫吧？一点点。这样，陈哥，你谁被手舌？那个人真的可以泡吗？对啊，可以泡在里面做。还是那是
有人口过剩的时候处理掉的方式。还是我们吃的那个大骨汤，其实就是从那锅里面煮出来的。好啦，讲正经的啦。大雅台啊，是距离马尼拉市区约1个半小时车程的旅游胜地，非常适合一日游。除了最为人熟知的火山景观之外，陈哥还有一个独家的行程要带我们去一探究竟哦。这里真的天气很舒服，而且你不觉得来到这边我们就要马上穿上外套？对啊，因为凉哎。这里大雅台啊，基本上在菲律宾呢，大家避暑都会来这里。对，但我们今天穿那么多，其实关键。我叫你穿那么多防护，是因为除了会比较冷之外，今天我们要来一个蜂蜜农场。这里有一个无刺蜂，是这里盛产的。因为一般的蜜蜂不是有刺吗？对，然后刺了会有毒性。但这里的无刺蜂呢是没有刺，然后没有毒性，可是它盛产蜂胶。它不是产蜂蜜，它是产蜂胶。它蜂蜜的量非常少，蜂胶特别多，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要来找一下这个超级食物。听陈哥说啊，海拔大约700公尺的大雅台高地，因为没有工业的污染，气候条件也非常适合无遮蜂的生长。只是这个无遮蜂到底是什么来头，我们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这边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说，他们一直说无刺蜂、无毒、无刺，对不对？对。可他们又一直耳提面命说要包紧紧哦，要穿好哦，要防护好哦。The bee bites your hair and they swarm to your eyelids and the hair. So no swatting the bees. You just keep calm and be relaxed around them and move backward. So we have to move stable. Yes. 我看到他们的蜂巢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养箱的蜂巢是不一样，不太一样。对。So this is coconut. Yes, these are coconut husks, which we encourage the bees to put honey and propolis inside of the coconut husks. OK. 因为以往呢，据我所知，刚才特别了解一下，以往他们的那个蜂胶，它那个蜂巢会粘在树干上面。一个圆圆的，它会越来越出来，可是它们这样不好采集，所以他们后来就直接限制它们的范围，把 coconut 的壳盖上去之后，然后上面弄一个洞，对不对？它们就会钻进去，然后在里面筑巢，然后等到满了之后，拿起来就整个就是圆的。整碗就是蜂胶。对，然后他们就把它盖起来，比较好采取。So what we're going to do now is to search for the honey and propolis. 哇，那个蜜蜂全部窜出来了！真的像我们讲的在里面呢。无刺蜂现在开始粘在它身上了。So these are empty. 哇，好多哦。There are no. 开始过来了。但是我们两个还是要先入职，不然蜜蜂就会盯上我。好痛，好痒！哇，被咬了！被咬了！我被咬了！ So this one has pollen and propolis. No! 好痛！OK. And then I can give the honey to you. 中计了啦！虽说这个无遮蜂没有针也没有毒，但咬起人来，哇，超痛的，丝毫不嘴软呢。还好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破坏蜂巢的大哥，我们才能赶紧撤退，躲到远处。他刚直接咬我嘴唇呢，好痛！因为嘴唇其实很软，然后咬下去超有感。 So are they still biting? I can give it to you from a distance, and you can get it. This one has no more honeybees, so I'll just break it open, so you can taste the pollen and the honey inside. OK， 蜂胶就是在这边有没有？对，因为他们采了很多花蜜或是很多它的口水然后弄起来，把它变成蜂胶。蜂胶是用来盖他们的房子的。对。 而且你知道蜂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功效，它们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他们要让这个蜂巢变成无菌室。它有杀菌的功能。对，它要保护里面的那个蜂蛹对，然后让这个整个那个蜂巢都是非常健康的状态。所以蜂胶小孩不能吃，尤其6个月以下，它钻到我里面，它怎么进去的？哇，好痒！不能紧张，你不能紧张，你要冷静的把它赶出来。 So this is bitter because they get pollen from the flowers also. So a lot of this is a mixture of pollen and honey. The bitter part is pollen, and there's a slightly sweetish acidic part, which is the honey part. 但是其实还是蛮甜的。如果你吃到那个，因为刚刚我们吃的那个地方就是比较深色一点，那是蜂胶。对，然后你仔细吃到透明的部分，那就是蜂蜜，微微的甜味，蜂蜜就很甜。
So this one is perfectly clean because propolis kills all the bacteria and viruses. In fact, you can tear a chunk of pollen and propolis like that and eat it directly because this is very, very clean. It's what they use to disinfect the hive. We can eat. Oh, Yeah, you can eat it directly. It's very, very nutritious. Can you eat? Yes, 哦，你 yes. 看这一剥开，里面蜂蜜就流出来，哎， So we can eat this? Yes, you can. Better just taste a little bit. 嘿，有点酸。它们这么小一只，但咬起来，像你知道像什么吗？那个缝的那个针线戳到那种感觉。是的，这鸭哥的形容啊十分到位，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比苍蝇还小的无遮蜂啊，因为啊，它们除了嘴上功夫了得之外，生产出的蜂胶啊也是妙用无穷哦。This is soap made from honey and propolis. 香皂，哇，你闻，哦，好香哦，哇，好好闻哦。 So this is propolis? Yes, that's the bee propolis. What we do is we put it in coconut brandy to extract the potent essence of the propolis. It's better utilized by the body in that form. So we drink. You drink it with water so that the body absorbs it. We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products like the lip balm. Can I try？ Yes, This is used for the mouth. yes, for the lips. 它算是晚上的唇膜。嗯，所以 honey wax 蜂蜡是对化妆品非常有帮助的。你看，像那种唇膏啊、唇蜜啊，哇，好润。据说啊，全世界的无遮蜂啊约有500多种，它们呢不但能产蜜，还能产出丰富的蜂胶哦。也难怪啊，在一般蜜蜂数量锐减之下啊，无遮蜂啊开始渐渐受到关注。各位饿了吗？饿啦，开玩笑。来这个大台玩，哇，是不是？view 不错，view 很棒。坐那里坐那，对啊，来这个大台湾呢，是我们就一定要来吃它这个不老卤，牛骨汤是不是？对，牛骨汤。哎，你有没有看到照片？这骨髓超大哎。他们说有一个那个嘛，刚刚他们有讲到有一个那个很澎湃的甜点。哦 Hello，这个 Hello 你看底，那这个什么 Hello，哦，这个 Hello 沙布库，哦，这么贵啊？8不，205块而已。那为什么说 Hello 沙是在，哦布库是那个椰子的意思。对，Hello，然后在椰子上。Sabuco 不是 Sabaco。沙布口。 Okay, may I repeat your order again? Of one special bulalo, is it original bulalo, and one plain rice, and 2 halo sabu. 2 Hello，OK， Sabaco， 所以总共8块。好 ，It's OK。我真的觉得这里的人很好聊天。怎么说我开他玩笑他听不懂，可是他还是你知道笑容满面笑的。我觉得菲律宾人都这样子。你看，我们从乡下地方到城市，再到海岛，所有人的笑容都是一直挂在脸上。就是可能他们包容力啊，他们对于事情都觉得很 relax，所以就不会那么的觉得紧绷紧张，就不是都市步调。就像我有一个讲，那时候我在街上拍照，在科隆街上拍照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随性的在拍一些街景，然后就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就是硬要停在我面前，然后跟我打招呼，然后叫我拍他们，就很高兴。菲律宾的一切啊，就是这么让人期待。凉爽的高地气候啊，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牛骨汤，绝对是再好不过的享受。Thank you。哇，哦，哎，很大锅哎。Thank you。哎，一人一半。好啊，我来弄饭。哇，这太大缸了吧？看一下，又给一个刀子，刀子要干嘛的啊？哇，各位，哎，它是整根牛腿哎。哎，这个比我的脸还大哎。骨髓哎，而且它是马上让骨肉分离哎，这感觉已经炖了很久。OK， 哇，来，你看，它这样子很像一座火山呢。对，你看，你看这个，哇，这牛肉，你看，你咬你吃，哇，我先吃哦，不客气哦，可以肚子饿了。哦，如何？这是牛的精华，而且它吃起来的感觉很像果冻，因为它骨头只有一个。你不然再吃里面的那个啊，没了。没了。它骨头只有一个吗？
有啦，还有啦，没有，大骨只有一个。下面还有剩，等等，你这下面有留下来，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空，有啦，剩下这个一点点。它吃起来的感觉很像果冻，然后非常的甜。哦，浓郁，怎么有点奶油味啊？你牛肉完全吃不到这种口感的。然后里面那个牛油伴随那个软软的骨髓。汤头怎么样？我觉得汤很重要，因为里面的蔬菜非常多，它有非常多像是娃娃菜，而且或高丽菜之类的。所以它喝起来汤头很像是以大量蔬果为基底的清炖牛肉汤的汤头。其实我觉得它甜的程度会让人家觉得想要一碗接一碗。对啊，我刚吃那个牛肉，你不用咬，它那个肉到你嘴巴之后就化掉，所有的肌肉的纹理全部融化在你的嘴巴里面。我来切看看。好，那你把它当牛排吃，哎，不是牛，因为这就等于是一个像整个肋排丢进去煮的感觉啊。你看这个。哦，怎么样？融化，然后它牛油的香啊，伴随不止在骨髓里，它的牛筋啊，还有牛那个胶质有没有？全都有那个牛油香。然后我觉得配一口汤刚刚好。而且我觉得在山上啊，就是有点比较凉一点，然后来一点这样子韩式的汤饭，对，把它泡在汤里面有没有？把它捞起来，然后让那个汤汁吸满这个牛大骨汤的精华。是的。而且它这个汤太有味道了，所以这样喝绝对可以。这样吃好好吃哦。卤包汤，再帮我们搅拌一下，我们这样子那个才会比较均匀一点。牛奶番茄，这煮一煮还不错哎。按下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赞。我觉得它这个是不是牛筋的部分它炖得很刚好？是不是？它的口感其实有点像板条，对，那种就是带有点 Q， 又有点软烂，对，但是就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因为它最终都会嚼烂，但那过程中呢，它稍微有点韧度，它那个油花一直这样越咬越咬，因为有韧度嘛，你就会想多咬，对不对？但咬的时候那个油香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出来，对。比脸还大的牛骨霸气呈现，牛肉啊却是入口即化，汤头呢更是清爽而不油腻，不愧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哦，也难怪啊在菲律宾美食当中是名列前茅。制作人非常了解我，因为我非常喜欢咸甜配，所以我们那个牛骨汤吃到一半 ，Hello 来一下，好，我们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椰子，对啊，哦，其他好吃。其他内容物就跟磨磨渣渣差不多，重点是里面有什么各位不要忘了椰子的存在，满满的椰肉，椰奶啊，跟那个芋头冰淇淋合在一起 ，perfect。更有趣的是啊，你要自己去刮椰肉，所以它椰肉在那墙上已经吸满了那个紫色的冰淇淋，所以椰肉你看椰肉会变成像紫色的，不说啊，你可能不知道，原来这道啊当地最著名的甜点 Hello， 名称呢是来自当地的他加祿语，意思呢就是把东西混在一起。经过啊不断的演变和改进，配料啊也越来越多，层次呢也越来越丰富哦，就跟这里绵延不绝的景色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告诉你，来到菲律宾啊，基本上欣赏那个无限绵延的山景啊，是最疗愈的事情。对，因为地形的关系，这里非常多的山啊、岛啊、火山啊，各式各样，绿油油的 ，perfect。但是呢，看完这些山景之后，你是不是肚子有饿了？我们才刚吃饱了，牛骨汤不是吗？牛骨汤吃完之后，其实他们这边还有一道非常当地的传统料理，还吃，还一定要吃。看完美景，一定要把自己的肚子也填饱。我们这么饱来这吃的不会后悔，不会，绝对不会后悔。走，带你去看，你有没有闻到那个阵阵柴火的味道？在煮了。再煮了。等下就是用这个大锅呢来炖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那个炖肉。这锅也太大了吧？是不是很特别？哇，
嗯，哎，下面火已经生好了。对啊，那怎么没有看到食材？食材就是这块上好的猪肉，松板下去。这应该是香茅叶吧？是为了去腥吧？还是柠檬草？汤头。哦，哎，这水真的蛮烫的。哦，就欠了一位，像泡澡的水，就欠了一位，就是你这样喂。快下！但不是啊，这个其实算是他们很传统的一个药浴啦。我们现在欢迎食人族的酋长。We're using herbal leaves. Herbal leaves. This is eucalyptus. 尤加利。哦，尤加利 and the rose. It's a rose petal. Rose. And this one is, if you can smell, it's a eucalyptus. 哦，很草本的味道。很多精油泡澡是这样的概念，它现在是直接没有精油，是直接那个尤加利叶丢下去，它先把那个叶子的那个精华煮出来。如果不是经过老板解说，突然看到一排人泡在大锅里煮，还真的会以为误闯食人族部落哎。部落说，赶紧请我们的追亚哥身先士卒，为大家尝尝这锅汤的滋味。其实算蛮烫的。Right here, the water will have your body will absorb the heat of the kawa. Okay, when I use it, you can go. 让哥先来，不要担心。OK， 哥先帮你确定，没问题，你再下来。我邀你来这次万几，所有的危险事情我不能让你面对。那我去外面准备一下哦。好，等会儿 Q 我。好了，我叫你。好 ，Don't shoot me. And then you cross the you cross the more down. More down, right now? Yeah. Like this? Yeah. There. 哎，很舒服哎。哦，你看，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叶子。The leaves you can crush it. Okay, wait a minute. So， 把精油弄出来。哇，好重的 herbal 的味道，我必须要讲，真的蛮享受的。嘿，变，我觉得温度是可以的。差不多了吗？差不多了。OK， 你慢慢来哈，我先眯一下，然后感觉一下温度。好。你在干嘛？没有，没事，我帮你加一些配料。什么啊？是什么东西？你加番茄红萝卜干嘛？老板讲的。罗宋汤啊。Boss, it's okay. Yeah, it's okay. 这是什么？就冲啊！It's okay. Don't worry, bro. Relax. 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氛围。这味道是什么？来萝卜啊，这样子汤头比较鲜甜。什么？这个葱少了什么味？这个葱这有去腥的感觉。You want the milk？ 卤包，去拿卤包。你给我回来！回来！最好这时候这么听话，回来！卤包，你给我回来！嘉哥，我可是没有恶搞你哦，我们可是事先询问过老板啊，不同的新香料或是植物啊，都有不同的功效。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很贴心准备不同的汤底，提供大家选择？卤包汤。我们今天吃牛奶口味的，先生您意下如何呢？你觉得可以吗 ？OK， 那我们要下牛奶喽。再帮我们搅拌一下，我们这样子那个才会比较均匀一点。非常棒，洗一下啊 ，OK。牛奶番茄，煮一煮还不错哎，蛮甜的。蛮甜的，你肉蛮好吃。你刚才在喝我洗澡水炖的汤吗？还有洗脚水。哦，对耶，这个是辣椒还是甜椒？为什么我觉得屁屁有点辣？我觉得应该是辣椒，因为我现在喝这锅汤有点辣。麻辣牛奶汤，走开。哎，你下去。好了，换我下。哎，你要盘腿，然后身体再下去一点点，这样才会煮得够，才会全身都煮到。这应该有设计过，我觉得蛮符合人体工学。哎，头盔在这边很舒服哎，告诉你，谢谢你让这锅汤更入味。你刚刚揉的那个是葱，你有找到吗？怎么那么多？你刚刚那样拿出来吓到我，你知道吗？总之在这样的 view 啊，然后眼睛眺望这样，然后阳光照进来 ，so relax。真的是太享受了，也难怪啊，大雅台是菲律宾人最喜欢的旅游胜地之一。
不但有美食美景，更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放松身心灵。期待明天一早在马尼拉市中心，也是这趟旅行的最后目的地——王城区的历史巡礼。好，看一下帅哥 ，OK，可以吗？好。为什么这里好看呢？因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马尼拉大教堂，这里是王城区啊，皇城区啊，王城区，这边非常的有那个历史古迹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打扮的非常的得体。这个马尼拉大教堂据说是从西班牙就留到现在的。对。然后我们后面这个就是马尼拉大教堂，其实蛮壮观的，很壮观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上面还有一个钟楼。Yes， 这里真的非常特别。对，而且有人会在里面办婚礼啊，或者说重大的仪式。里面有很多宗教艺术品，然后还有一些雕像，主要是变成每次大家来马尼拉一定会来参观的地方，就是马尼拉大教堂。这附近有几个教堂？这边现在主要的之前的这马尼拉大教堂，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西班牙王城里面还有另外一个400公里的教堂，我有听说叫什么名字？叫圣奥古斯丁教堂。圣奥古斯丁教堂。我听说这边是不是有个教堂，就是它在2战的时候，整个王城区都被摧毁的时候，它那个教堂还是依然健在，算是非常被祝福的一个教堂，就是那个圣奥古斯丁教堂。王城区 Intramuros 是马尼拉最古老的市辖区。该词呢，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是在墙内。这里呢，也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统治中心，因此随处可以看到殖民色彩的建筑。我们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这样，你台湾人为什么说那么好？中文超好的。因为我在台湾工作11年。11年是这样比吗？11年。这到这20年吧。哦，11年。对11年。那你现在回来这里是？是我会来。放假吗？还是？是我休息。休息了。休息。那你回来这里做什么工作？然后没有，然后休息出去玩，然后2个月，再回台湾。所以你要再回台湾？对。哦。而且他说他在台湾的花莲工作。是。好山好水的好地方。这个肤色看起来一定是在花莲。健康很晒啊。原住民的。有吗？有人这样讲吗？其实远看很像原住民。但是我们是那个阿美族的，有点像啊，有点像。所以台湾美食不错哈。对。但这里你常来吗？马尼拉大教堂？我这是第二次。哦。你有坐过马车吗？哦，他没坐过哦。那我们可以邀请他坐一下马车吗？你要跟我们一起坐吗？好。这么好邀约。就是菲律宾人都没有坐过马车，我们今天来要坐，来体验一下。对。Marian。我的班。看起来你有18岁吗？对。学生吧。天哪，我们的白马王子一路从飞机到一路从飞机到马尼拉大教堂，都可以直接约到女生。下一班，到后面那边。等我一下。你看，他们聊的好像只有他们2个世界一样。对啊。这样打搅到我们哦。可以打搅一下吗？这边的马很酷他们还有装礼帽袋。因为他们不能拉在地上，他们不能随地大小便，所以他们有装礼帽袋。好可爱哦。走了，各位，我们走了。而且走路真的有那个咔咔的声音呢，感觉有点奇妙。很奇妙。他手速很惊人。对。下面看我，放了那个之后，上面看我，这样上下加压。向上领略分享，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赛。长那么大第一次坐马车，我们在以前的工作中是有骑过马。我没有骑过马，我有骑过马，我有骑过马，也不是，也是节目，然后去体验骑马，但坐马车感觉不太一样。对，坐马。Marian? Yeah. So you never坐马车 before? 你会发现，其实这整个街区都很欧式风格，很那个西班牙的感觉。这就是当时他们留下了一些古迹，经过很多次的建筑的维修吧。因为如果不维修的话，他们不可能撑到现在。So first time 有骑马，有坐马车，跟不是男朋友。
会不会觉得有点伤心？哎呦你们而已， ，OK， 你们两个而已。我们暂时充当你一日的可爱。那怎么比3个人的爱心啊？怎么比3个人的爱心？有我在后面。哦，他大爱心。哦，我知道，我们2个移到镜头前。然后他是心中信，有吗？没看到。有点脸红哎。因为你们很帅呀。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对镜头讲，谢谢。Thank you。哦，这个就是刚陈哥说的那个另外一个教堂，对不对？哦，就是陈哥刚才讲的这个受祝福的教堂。对，而且陈哥那时候跟我们讲说，这栋教堂呢其实是中国人建造。你看他那个门口，除了他教堂之外，它外面还有石狮子。对，有没有很特别？太特别了！即使是400年前的教堂，依然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合并的痕迹，更让人感受到菲律宾强大的包容力。大到建筑文化，小到街头小吃，都能让我们一窥端倪。这个是什么 ？BBQ？ 不是，这不是 BBQ？ 比宾嘎的那个菲律宾的那个年糕。叫什么名字？比宾嘎。比宾嘎。那是。哦，他手速很精的。对。是用炭火来做的哦。咸蛋，所以这口感应该是咸甜的。可你看哦，它是上下的，下面炭火哦，放了那个之后，上面炭火这样上下加压。哦，就是烤箱的上下层。对，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比较辛苦的方式用炭火，不用烤箱呢？哦，所以搞了半天里面的发糕用这种炭火的话，会有一种炭焙味。对。太有趣了！除了用炭火烤出来的比宾卡，还有这个做法如同我们状元糕的甜点，同样引起我们的兴趣。据说呢是当地人参加完弥撒后必买的点心。来，烫！哇，新鲜刚出炉，刚刚做起来就这个。重点是它上面好像都会撒满的椰肉，你也是。然后还有黑糖吗？这是对黑糖。是 brown sugar？Yes。OK， 比宾卡。那这个叫什么？葡萄蹦蹦。葡萄蹦蹦，葡萄吃的葡萄会蹦蹦，所以比宾卡葡萄蹦蹦。它有点像是我们那个鸡蛋糕吗？软一点、湿一点的鸡蛋糕，但里面然后那甜味跟鸡蛋糕一模一样哦，然后里面有咸蛋的味道。所以这个是菲律宾只要是过年过节一定会吃的食物嘛？哇，它其实很 Q 哎，很大块。怎样？我比较喜欢这个，这个比较像是我们的麻糬、发糕、烤过的麻糬。哦，而且它没有那么甜，它的甜味的来源全部都源自于上面的黑糖跟那个椰肉。我觉得蛮好的，因为那个椰肉，比方说你前面的甜然后加上紫薯的香气，它并没有很重的地瓜或紫薯的味道，紫薯的香气咬到最后那些都融化了之后，对不对？椰肉的那个脆感还在，然后它的 brown sugar 也很大块，所以你 brown sugar 会在嘴巴里慢慢的散开。真的没有雷耶！不管是特色美食还是街头小吃，不但超合我们的胃口，还会让我们一口接着一口。就连一旁贩卖挂饰的小摊贩也能吸引我们的目光。大吉大利，大吉凤梨大利。那陈哥，刚刚你知道我们讲这个绑芋头有什么吉利或象征的代表吗？很多子孙嘛。哦，一样逻辑一样，你看。比如说这是一个家庭嘛，旁边就子孙满堂，家财万贯，对不对？事业满满。哇，那送这个更有福气。一家有8个老婆。对啊，不，是说，老婆有1个，然后生很多个小孩。对，是这样形容，我刚刚讲错了。那稻穗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十字架之外，旁边这个是中国式的墓碑吧？菲律宾看到这个材料不错，就用来铺道路。哦，铺道路。所以皇城里面之前很多道路都是用木牌去铺的。按下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赛。
跟着风俗走，他也不知道。因为国外很多说这是一个很 lucky 的代表，表示你的接下来家里的子子孙孙啊，或是黄金啊，还有你的事业的收入、钱财，都会像稻穗一样这么的丰收。原来啊，我们的拍摄时间刚好接近华人的新年，也难怪啊，路上到处都是过年应景的商品。然而啊，这样的传统当然得从400-500年前华人开始来到菲律宾说起。只要到王城区里的非华历史博物馆走一趟，就能略知一二哦。因为这里其实非常大，然后有很多蜡像啊，或者是一些以前的真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博物馆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很真呐，对，很真。你觉得在饮食啊、生活啊、宗教啊，到底哪一个地方影响最深呢？当然是食物。你看这边你会看到烧包，菲律宾人叫烧包，叉烧包嘛，叉烧包，它名词就根据闽南话叫烧包。哦，烧麦是烧麦，烧麦，豆瓜豆瓜。哦，豆腐，就等于是都是直翻的意思。卤面、肉米，像我们今天早上吃的有一个杂碎面，其实也是直翻的，对不对？麻脆面，麻脆，对，麻脆面。哦，而且影响到菲律宾人都以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食物。哇，这是以前的门吗？是教会里的门吗？是教堂的大门。哦，教堂的大门。哎。哇，好真哦，好像真的走进教堂一样。一走进来就有那个耶稣的十字架。对啊，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十字架之外，旁边这个是中国式的墓碑吧？其实那些是用来压舱，就是船底下要重量不够呢。哦。到菲律宾不需要了就丢掉了，丢掉呢菲律宾看到这个材料不错，就用来铺道路。哦，铺道路。小雷达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等赛。所以皇城里面之前很多道路都是用木牌去铺的。在感受华人与菲律宾共同交织的历史洪流的同时，我和这阿哥的非比寻常浪游记也正式画下句点了。希望啊，这趟旅程啊，能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与视野。对我和这阿哥而言啊，绝对是一趟永生难忘的旅程。我们两个的非比寻常这个菲律宾之旅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对，我一直觉得好像我们才刚搭飞机到菲律宾，昨天我们还在克拉克的感觉，但行程就这样结束了。对，然后我们去了海岛，然后潜水，做了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再回到都市的时候，每一个景点都好像是昨天我们才去的感觉。真的，对，比如说我们在吃饭，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才正要出发，但是就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好像一场梦，好美好哦。这重点是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对，就是我觉得这边的人是最棒的。错，我们都吃很多。这边的东西很好吃，我们是不是吃超多？对，但是这一点也是重点哦，因为我一开始来菲律宾的时候，其实我 Google 了蛮多东西，然后大家可能在网络上的评价就觉得菲律宾的东西蛮不好吃的，对，会有人这样讲，对。但是这一趟下来，我发现彻底改观了。我对于菲律宾的评价，如果10颗星的话，我给9.5颗，真的，而且吃超多你每一餐。我都还有稍微克制一下哦。他每一餐结束，他都一定要来一个甜点，然后你是一定都2碗饭。对，我是甜食最多，你是饭最多。不是因为来这边其实蛮饿的，很好吃，东西很好吃。比如说我们吃那个 CC， 每餐都有。对，然后因为都很下饭啊。对，然后牛骨汤。哦。对，哇，不得了！而且他们这边每一个猪肉，不管是哪一个店家煮出来的，完全没有踩雷。对，太好吃。我觉得其实。菲律宾美食，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来更深入的去 ，maybe 可以照着我们这次的菜单去踏那个点去吃，真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其实真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些美景之外，还有这些美食，最重要的就是这边的人。是，这边的人就是这么的乐天，然后这么的随和，对，然后脸上都一直带着笑容。你有没有发现每次我都默默后来出现在你旁边一起，对耶。拍照或怎么样？对，好像是。对啊。我觉得你无形中带给我很多，就是把我的懒的因子全部都拿掉。我就觉得，我也要像他一样这么有活力，然后去寻找当时我在你这岁数啊，就是
对每个事那个新鲜的那个动力。我觉得这次你是不断的在旅行的过程中一直提醒我，所以这个是我真的要谢谢你，算是真的是很感谢你，因为你也教会了我好多事情。也没有，因为主持其实我也不太擅长，我也算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外景，这么长时间的这么久的外景。总之很棒的旅程，然后让我们对菲律宾彻底改观，然后我们也更认识彼此。对。就算是最后的感想啊，一样不改我们阳光搭档、正面魔人、幽默搞笑的风格。但是啊，也真的要好好真心谢谢一下大家，陪伴我们呢，一起度过这样不平凡的长征旅程。相信呢，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成为你我成长的养分，一起呢迈向更好的未来。我们后会有期。